今天我们要聊谷歌的股票，在短短2周内暴涨了17%。这个涨幅背后有2个关键催化剂。9月3号，美国法院做出了一个震惊市场的反垄断裁决，谷歌不需要出售 Chrome 浏览器，可以继续保持搜索默认协议。同一时期，谷歌云业务交出了亮眼成绩单，营收同比增长32%，运营利润更是翻了1倍多。但这里就有意思了。一边是监管风险的大幅缓解，一边是 AI 业务的强劲表现，股价确实应该涨。可另一边 RSI 技术指标已经飙到 84.5， 这是严重超买的信号，股价比关键均线高出7到 20%， 市盈率43倍。这些数字让很多人开始担心是不是涨过头了。截至录制时间，谷歌股价在$235附近，已经接近52周高点。市场情绪仍然偏乐观，但分歧也在加大。今天我们从多个维度深度解析这只科技巨头。我会先给大家梳理5个最重要的张力点，然后分别从看涨和看跌2个角度进行分析，最后给出一个相对中立的路径判断和交易员视角的总结。听完这期节目，你将获得第一，谷歌 AI 转型的真实进展和商业化前景；第二，反垄断裁决对公司长期价值的影响；第三，当前估值水平的合理性判断；第四，具体的风险管理思路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开始。我们先看第一个关键点， Google 的反垄断裁决。9月3号，美国联邦法官裁定谷歌不需要被迫出售 Chrome 浏览器，可以继续与苹果等公司的默认搜索协议。这个消息一出，谷歌单日暴涨 9%， 成交量放大到7225万股，远超平日水平。这个裁决等于是移除了谷歌最大的结构性风险。要知道 Chrome 浏览器和默认搜索协议是谷歌广告生态的核心护城河，如果被迫出售或中断，谷歌的搜索广告收入可能会受到致命打击。现在这个风险暂时解除，相当于给谷歌的商业模式上了一道保险。但问题是，这个裁决并不是终局，美国司法部很可能会上诉，而且欧盟和英国的反垄断调查仍在进行。更重要的是，9月3号的单日暴涨有可能包含大量的情绪性买盘，后续可能面临获利了结的压力。所以说，反垄断的阶段性胜利给了谷歌喘息空间，但监管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并未彻底移除。第二个关键点，谷歌 AI 业务的商业化进展。谷歌2季度财报显示， Google Cloud 营收136亿美元，同比增长 32%， 运营利润更是翻倍增长。这不只是营收增长，更重要的是利润率的显著改善，说明 AI 和云服务正在从烧钱阶段进入收获期。这个数据证明了谷歌在 AI 商业化方面不是在画饼，而是有实实在在的收入和利润贡献。谷歌的 Gemini、Vertex 等产品正在企业端获得认可，而且公司在搜索、YouTube、Workspace 等多个场景都有 AI 变现的可能性。这种多元化的 AI 收入来源是很多纯 AI 公司无法比拟的。但是为了支撑这种增长，谷歌的资本支出预计全年将达到850亿美元左右，这是一个天文数字。高额的 AI 基础设施投资会严重压缩自由现金流，当前43倍的市现率已经比较高了，如果 AI 业务的货币化速度赶不上投资速度，估值就面临压缩风险。可见 AI 变现已经从概念变成现实，但巨额投资能否持续带来相应回报，仍是一个需要时间验证的问题。第三个关键点，来自技术层面的矛盾信号。谷歌股票从技术指标看， RSI 已经达到 84.5， 这是严重超买的水平，股价比10日均线高出约16美元，比50日均线高出近40美元，比200日均线更是高出50多美元。这种程度的技术性超买通常预示着短期调整的可能。虽然技术指标显示超买，但 MACD 仍然是正值且在上升，显示上涨动能依然强劲。更重要的是，股价持续站在所有关键均线之上，长期趋势依然健康。在强势股中， RSI 可以在高位停留相当长时间，但是历史经验显示，当 RSI 超过80时，股价出现5到 15%调整的概率显著增加。考虑到当前的 ATR 平均真实波幅约为 5.5 美元，一个正常的调整可能会让股价回落到216到220美元区间，也就是10日均线附近。可见趋势的朋友与均值回归的引力正在进行一场较量，时间将决定哪一方更强。第四点，宏观经济环境对谷歌广告业务的影响几何。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，8月非农就业增长乏力，失业率上升至 4.3%。 通胀方面，核心 PCE 仍在 2.9% 左右，
高于美联储 2% 的目标。市场普遍预期9月美联储可能降息，但时间点和幅度仍有不确定性。如果美联储真的开始降息，对成长股来说是利好，更低的利率环境会提升高估值科技股的吸引力。同时，谷歌的业务多元化程度很高，即使广告需求疲软，云业务和 AI 服务的增长也能提供支撑。但是，劳动力市场降温通常意味着企业会削减营销预算，这对谷歌的核心广告业务是直接负面影响。虽然云业务增长强劲，但广告仍然是公司营收的大头。如果宏观环境进一步恶化，广告收入的下滑可能会抵消云业务的增长。所以说，宏观环境就像一把双刃剑，降息利好估值，但经济疲软又威胁到广告这个现金流。最后一个重点，估值水平和资本回报政策。当前 Google 的市盈率约为25倍，市销率 7.8 倍，这在大型科技股中处于中等水平。公司启动了7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，并首次发放季度股息，每股 0.21 美元，这标志着谷歌资本回报政策的重大转变。相比于其他大型科技股30倍以上的市盈率，谷歌的估值并不算贵。而且回购和分红政策表明，管理层对现金流的信心，也为股价提供了一定的支撑。在 AI 业务逐步贡献利润的背景下，估值有上升空间。可是，虽然市盈率看似合理，但43倍的市现率已经很高了。考虑到巨额的 AI 投资会持续压缩自由现金流，这个估值水平留给失望的空间很小。一旦 AI 货币化不及预期，估值回调的空间会比较大。可见，估值既不便宜，也不离谱。关键在于 AI 投资能否如期转化为可观的自由现金流。大家觉得这5个张力点中，哪一个对 Google 的影响最大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现在我们从看涨的角度深入分析一下，谷歌在 AI 领域的优势不仅仅体现在技术上，更重要的是生态整合能力。与其他 AI 公司不同，谷歌有搜索、YouTube、Android、Chrome 等多个用户接触点，可以在各个场景中集成 AI 功能并实现商业化。从数据看，2季度云业务 32% 的增长和运营利润翻倍，证明企业客户对谷歌 AI 服务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。Vertex、Gemini 等产品正在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应用。更重要的是，谷歌有能力通过搜索广告、YouTube 视频推荐等成熟业务为 AI 功能买单。这种交叉补贴模式是纯 AI 公司无法复制的。9月3号的反垄断裁决虽然不是终局，但它释放了一个重要信号。美国司法系统认为，谷歌的商业模式并不需要通过拆分来解决竞争问题，这为公司未来的战略规划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。Chrome 浏览器和默认搜索协议是谷歌广告生态的基石，如果这些被保留下来，公司就能继续享受搜索垄断带来的高利润率。这些利润又可以投入到 AI 研发中，形成良性循环。700亿美元回购计划和首次分红，表面上看是股东友好政策，但深层意义在于管理层对现金流的信心。谷歌敢于在大举投资 AI 的同时回报股东，说明他们认为核心业务的现金生成能力足够强劲。在当前的高利率环境下，分红股往往能获得估值溢价。虽然 0.21 美元的季度分红对应的股息率只有 0.4% 左右，但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，表明公司正在向更加成熟的资本配置模式转变。虽然微软、亚马逊在云计算领域依然领先，但谷歌在 AI 领域有独特的优势。首先是数据优势，谷歌通过搜索 YouTube、Gmail 等服务积累了海量的用户行为数据。其次是模型训练能力， TPU 等自研芯片给了谷歌在成本控制上的优势。最后是应用场景的丰富性，从搜索到广告到企业服务，谷歌有更多变现 AI 的途径。更重要的是，随着 AI 技术的成熟，竞争的焦点正在从纯技术转向应用整合，谷歌在这方面的优势可能会逐步显现。现在我们换个角度分析看空的逻辑。从纯技术角度看，当前 Google 面临调整的概率确实很高， RSI 84.5 已经达到极度超买水平。历史统计显示，当 RSI 超过80时，股价在未来2至4周出现5到 15%， 调整的概率超过 70%。 更值得关注的是成交量模式。9月3号，其前225万股的巨量虽然确认了突破，但这种情绪性放量之后，往往伴随着获利了结。如果后续几个交易日出现高位缩量，那么短期调整的概率会进一步增加。
虽然营收和利润增长亮眼，但不能忽视自由现金流的压力。二季度自由现金流约53亿美元，同比大幅下降，主要原因就是 AI 基础设施的巨额投资。管理层预期全年资本支出将达到850亿美元左右，这个数字相当惊人。即使云业务保持30%以上的增长，要消化如此巨额的投资也需要时间。43倍的市现率已经隐含了很高的增长预期，一旦 AI 货币化速度不及预期，估值压缩是必然的。劳动力市场的降温是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信号。广告作为企业的可选支出，往往是经济下行时第一个被削减的项目。虽然谷歌在搜索广告领域有垄断地位，但也无法完全免疫于宏观环境的冲击。更担心的是通胀粘性。如果通胀持续高于 2%， 美联储可能会保持更长时间的紧缩政策，这对高估值成长股是不利的。同时，高通胀还会推高谷歌在数据中心、人力等方面的成本，压缩利润率。虽然谷歌在 AI 领域有优势，但竞争也在加剧。微软与 OpenAI 的合作让 ChatGPT 在某些应用场景中对谷歌搜索形成了冲击。亚马逊在云计算基础设施方面依然领先，苹果在设备端 AI 方面也在发力。更重要的是，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可能会改变整个互联网生态。如果用户习惯从对话式 AI 获取信息，而不是传统的搜索引擎，那么谷歌的核心商业模式可能面临根本性挑战。基于以上分析，我们来制定一个相对中立的判断框架。从技术角度看， Google 当前有几个关键支撑位值得关注。首先是216至220美元区间，这里有10日均线和成交量加权均线的支撑。如果股价回调到这个区间并且能够企稳，那么趋势延续的概率较高。其次是196美元附近的50日均线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中期支撑。如果股价跌破这个位置，特别是在大成交量伴随下跌破，那么趋势可能发生改变。从上方阻力看，236美元是近期高点，如果能够有效突破并伴随成交量放大，那么股价可能会向250美元区间迈进。在基本面方面，有几个关键指标需要持续跟踪。第一是云业务的增长率和利润率，如果季度增长率能够保持在 30% 以上，且运营利润率持续改善，那么 AI 商业化的逻辑就能得到验证。第二是广告业务的韧性，需要关注广告点击率、每次点击成本等细分指标，以判断宏观环境对核心业务的影响程度。第三是自由现金流的恢复情况，如果资本支出能够在未来几个季度逐步转化为收入增长，自由现金流应该会有所改善。从时间节点看，有几个重要的事件窗口需要关注。11月初的3季度财报是下一个重要催化剂，市场会密切关注云业务的表现和 AI 货币化的进展。监管方面，需要关注美国司法部是否会对9月3号的裁决提起上诉，以及欧盟反垄断调查的进展。宏观方面，9月的美联储会议和后续的经济数据将影响整个科技股板块的走势。最后，我们从交易员的角度给出一些具体的操作思路。对于看好 Google 长期前景的投资者，建议采用分批建仓的策略，可以先建立 1% 到 2% 的底仓。如果股价回调到216到220区间，且有企稳信号，可以加仓到 3% 到 4%。如果进一步回调到196美元附近的50日均线，可以考虑加大仓位到 5% 左右。对于风险偏好较低的投资者，可以考虑通过期权策略来参与，比如卖出看跌期权来获得权利金收入，或者买入看涨期权，但控制仓位大小。风险控制方面，建议设置以下几个停损点。技术性停损，如果股价跌破196美元的50日均线，且伴随大成交量，应该考虑减仓。基本面停损，如果云业务增长率连续2个季度低于 25%， 或者广告业务出现同比负增长，应该重新评估投资逻辑。事件性停损，如果出现重大反垄断、败诉，或者 AI 业务明显不及预期的情况，应该果断离场。投资策略需要根据市场变化动态调整。如果 RSI 回落到70以下，且股价重新站上上升趋势线，可以考虑加仓。相反，如果 RSI 持续在80以上运行，且出现背离信号，应该考虑减仓或者进行对冲。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性，
不要因为短期的技术调整而改变长期的投资逻辑，也不要因为基本面的积极变化而忽视技术面的风险信号。总结一下今天的分析，多头逻辑、反垄断风险的阶段性缓解、AI 业务的实质性货币化、强劲的云业务增长，以及资本回报政策的积极信号，都支撑谷歌的长期价值。空头担忧、技术性超买、巨额资本支出压力、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竞争加剧的风险，都可能导致短期调整。中立路径，采用分批建仓、严格止损、动态调整的策略，重点关注关键价位和基本面验证指标。执行建议，对于长期投资者，可以考虑在技术性回调时分批买入；对于短期交易者，需要密切关注 RSI 和成交量的变化，及时调整仓位。想要获得这份分析的完整版本，包括详细的技术指标数据、财务模型和风险评估矩阵，请查看视频简介和置顶评论中的链接。最后，我想问大家几个问题。第一，在 AI 浪潮中，谷歌的生态整合优势能否转化为持续的竞争优势？第二，当前的技术性超买是否意味着我们应该等待更好的入场时机？第三，面对监管风险的不确定性，投资者应该如何平衡机会与风险？期待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精彩讨论。如果觉得这期分析对你有帮助，请点赞、订阅并分享给更多朋友。下期我们继续关注市场热点，为大家带来深度的财经分析。记住，投资有风险，决策需谨慎。今天的分析仅供参考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我们下期再见。